大家好，我是李秋月。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在国内手机一点，钱就转出去了，特方便。可到了美国，或者家人在那生活、做生意，这几年明显感觉银行账户越来越不好使，转笔生活费、货款，银行一个电话打来问东问西，甚至账户直接冻结，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去银行问，柜员只说这是规定。跟朋友讲，人家还以为您干了啥不靠谱的事。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个即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2026年4月1日，美国针对银行账户的全新核查规则将全面落地。以前开户给个驾照就行，但从那天起，银行不再是单纯的存钱地，而是政府打击金融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每笔钱只要看起来不对劲，银行有义务调查、冻结甚至举报。很多您觉得正常的操作，在新系统里可能就被判定为高风险。尤其咱们华人常中美两地跑，有跨境生意，习惯用现金，这些行为模式在银行的鹰眼里恰好是高风险特征。今天秋月就为您讲清新规到底改变了什么，以及最关键的5种最容易踩雷的操作，千万避开。在进入主题前，如果您真的关心自己和家人在海外的财务安全，请先点击订阅键关注汇点生活，并开启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实用的法律和生活常识了。如果您正观看这段影片，也觉得这些事得留个心，请在留言区输入1。若您也正有类似的困扰，请在留言区留言，我会尽力回复您的问题。好了，我们转回今天的主题，这个新规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在美国的户头开了几十年了，一直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安全了？没错，以前的美国家银行账户监管相对更依赖银行自身的判断，只要您不是大毒枭，一般的小额常规操作，银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次的新规相当于把银行的合规责任给压实了，而且是法律层面的压实。您可以这样想象，以前银行的监管像是一个小区的保安，他认得您，您进进出出打个招呼就行。但从4月1号开始，这个小区的保安被升级成了警察，而且身上装了一个连接到总部的实时监控摄像头。他不仅要认出您，还要判断您手里提的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您这么晚出门要去哪儿？您带朋友回家是不是可疑人物？如果他判断失误，没发现问题，结果小区出了事，他就要丢掉饭碗，甚至被追责。银行的这个实时监控摄像头，就是新规里最厉害的一套算法系统。它会根据您的账户历史、交易金额、频率、对手方以及您的个人信息，给每一笔交易打一个风险分。一旦分数过高，系统自动触发警报，银行就必须启动调查程序。对于咱们华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很多行为习惯，在西方这套算法看来，可能就是天生的高风险。比如我们习惯帮亲戚朋友换汇，习惯手里留一些现金用于周转，习惯把几万美元存家里再分批存银行，这些在国内习以为常的事，在美国新规下，每一条都可能精准触发警报。大量的金融犯罪调查报告已经证实，那些被判定为高风险并接受调查的账户，有相当一部分账户持有人并没有真正的犯罪意图，只是因为不了解规则，无意中触碰了红线。而对于那些已经因为账户被关、资金被冻而影响生活和生意的朋友来说，了解新规、适应新规，就是保护自己财产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可惜的是，这些新规细则，银行不会大张旗鼓地贴在大门口，更不会一个一个打电话通知您。很多华人朋友，特别是英文不太好的长辈，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银行在找麻烦，他们却不知道，这不是麻烦，这是一场深刻的监管变革。如果我们还用老思路去处理新问题，那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实际上，这个新规背后的逻辑是在全球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承受着巨大的监管压力。这套新规就是为了让银行真正成为守门人，把不合规的资金挡在门外。咱们普通老百姓虽然不是洗钱分子，但如果不小心被卷进去，哪怕最后证明清白，那个过程也够你脱一层皮的。我们的账户不是孤岛，它连着我们的生活、生意、家人。以前大家觉得把钱放银行就万事大吉，但从4月1号开始，我们需要像打理自己的花园一样，去细心打理自己的银行账户，把那些容易招虫子的杂草，也就是高风险操作给拔掉，才能保证花园的安全。聊到这里，您可能觉得这些主要是对在美国做生意的大老板影响大，但实际上它的影响是全民性的。很多您可能会遇到的看似平常的小事儿，背后都可能是引爆账户危机的雷管。第一，帮亲友换汇、转账，可能不再只是顺手帮忙，这是最常见，也是华人圈里最容易踩的雷。很多华人朋友出于好心，或者为了赚点差价，会私下帮朋友换汇，朋友给人民币，你给美元，或者反过来。您觉得这是人情往来，但在银行的新系统里，这叫结构性交易拆分或无合理经济来源的频繁交易。特别是如果您没有公司背景，个人账户里频繁出现与多人的人民币美元往来，系统会判定这极有可能是地下钱庄的操作模式，轻则账户被限，重则直接关停并上报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第二，大额现金存款，尤其是化整为零，这一点特别容易发生在习惯使用现金的中老年朋友身上。比如您从国内带了5万美元现金回美国，怕一次性存触发报告，于是今天存8000，明天存9000，后天存1万，想分批存入。这在您看来是聪明，但在新规的鹰眼看来，这叫 structuring， 故意拆分交易以规避申报门槛，这是明确写进法律里的联邦罪行。一旦系统监测到这种模式，银行必须上报，到时候您不仅钱可能被没收，还要面临检察官的指控。第三，频繁的快进快出，账户当通道。有些朋友可能用美国账户帮国内的朋友收一下货款，钱一到账，立刻又转走，或者转给另一个第三方。您觉得只是举手之劳，但在银行看来，您的账户成了一个过路账户，资金来源和去向都不清晰，这极其符合洗钱的特征。特别是如果资金来自高风险地区或敏感行业，您的账户会立刻被标记。第四，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混用不清。很多做小生意的华人朋友，为了方便，直接用个人账户收公司的货款，或者用公司账户支付个人的保险费、水电费。以前可能柜员提醒2句就完了，但现在新规下，这叫混用账户模糊了公司和个人之间的界限，让资金来源变得复杂化。银行如果搞不清这笔钱到底是公司的经营收入还是个人的私人资金，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先冻结了再说，等您解释清楚。第五，长期不动，移动惊人。这类账户也被称为休眠账户，比如您有个账户，里面常年只有几百美元，几年都没动过，突然有一天，一笔10万美元的汇款打进来，然后您在几天内又要把它全部转走。这种账户行为模式，在新规的眼里就是典型的沉睡账户突然激活的洗钱风险模型。银行会认为您的账户可能被盗用了，或者您在进行某种非法交易，触发调查几乎是必然的。既然新规这么严格，那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被盯上呢？对于有跨境背景，特别是咱们华人朋友来说，关注自己的账户行为是否合规，就是对自己负责。但问题是，很多人天生就处于监管的放大镜下，而自己却往往毫无察觉。下面这4类朋友是这次新规下的高危人群，一定要特别注意了。第一类，经常有跨境资金往来的华人，这是最直接的目标群体。不管您是给国内的父母汇生活费，还是从国内转钱过来买房，只要涉及跨境，就会被重点关注。
新规要求银行对跨境资金的目的和来源有更清晰的了解。如果您只是简单备注生活费或礼物，而金额又比较大，银行很可能会要求您提供更多证明，比如亲属关系证明、赠与税表等。第二类，从事餐饮、装修、零售等现金密集型行业的朋友，很多华人从事的行业，现金交易比例较高。以前您每天把营业现金存入银行可能没问题，但现在如果您每天存款的金额、时间都非常规律，或者经常在非营业时间存款，系统都会记录并分析，它会判断这种模式是否与您的行业特性匹配，如果不匹配，就会产生警报。第三类，频繁与高风险国家或地区有资金往来的账户，这个很好理解。如果您的账户资金经常进出一些被国际制裁的或者洗钱风险高的国家，那被盯上的概率会呈几何级数增长。银行有义务严格审查这些交易，确保不违反制裁规定。第四类，在银行留下的信息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人，很多人开户时，地址填的是临时地址，电话也没更新，职业填的含糊其辞。以前这些可能无所谓，但现在银行要做客户尽职调查。如果发现联系不上您，或者您填的职业和您的账户流水完全对不上，您的账户风险评级就会立刻升高。更麻烦的是，新规的执行不是一刀切，它充满了不确定性。银行内部的风控模型是黑箱，您根本不知道哪一笔操作会触雷。等到银行通知您账户被关的时候，往往已经为时已晚。再想开新户，会发现因为有了不良记录，所有银行都对您关上了大门。有海外账户的朋友如何合规操作呢？这5大雷区千万要避开。银行账户是我们连接世界的金融血脉，一旦它出了问题，生活会变得寸步难行。除了被动的祈祷不被盯上，通过主动调整自己的用卡习惯来降低账户的风险评级，才是真正的护身符。一个人如果长期不注意这些细节，账户就会像一个漏水的船，迟早要沉。更可惜的是，很多朋友直到账户被冻结，才追悔莫及地想起李秋月在视频里提醒过，如果您已经意识到了新规的严肃性，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其实只要您在操作时多留个心眼，很多麻烦是可以避免的。下面这5大类操作，您一定要牢牢记住，从4月1号开始，最好就彻底从您的习惯里删除。第一，避免任何形式的化整为零存款，这可能是所有规则里杀伤力最大的一条，也是华人最容易踩的雷。请大家记住，在美国，只要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交易，银行按规定必须申报，这不可怕。可怕的是，您为了不申报而故意拆分成9900美元，这叫此地无银300两，是妥妥的联邦重罪。现金交易，哪怕大额，只要合法，大大方方存，让银行申报就好，千万别自作聪明。第二，不要用自己的账户帮别人转钱，尤其是非直系亲属。很多华人讲究人情，亲戚朋友有需要，用自己的账户帮忙转一下，觉得是天经地义。但在银行看来，这叫第三方交易，资金来源不明，去向不明。银行对您的账户画像是基于您自己的收入、消费习惯建立的。一旦突然多了一个与您毫无关系的第三方的大额进出，系统立刻报警。这就像您家的门禁系统，每天都只有您自己进出，突然有一天，一个陌生人跟着您混进去了，保安会不拦下问问吗？同样的道理，除非是父母子女这种直系亲属，且能提供关系证明，否则尽量不要用自己的账户帮别人过钱，特别是跨境的钱。人情是人情，风险是风险，万一这笔钱涉及什么纠纷，您是有嘴也说不清。第三，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一定要泾渭分明。这一点看起来简单，但在小企业主身上特别常见。比如您开个装修公司，客户把货款打到了您的个人账户，然后您用个人账户去买材料，再给工人发工资。
这在您看来是方便，但在银行看来，您的公司账户是个空壳，个人账户却像个无底洞。这会严重扰乱银行对您公司经营状况的判断，也搞不清您个人的真实资产情况。一旦被审计，您连账都做不清楚。正确的做法是，所有的公司经营收入支出都走公司账户。您个人需要从公司拿钱，就通过正规的工资分红方式分得清，银行才觉得您是个正经生意人，风险自然就低。第四，对于大额资金的进出，提前和银行打招呼。很多人习惯钱到了账，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账户用不了。其实，对于可以预见的大额资金变动，比如您要卖房，要接收一笔遗产，或者父母要从国内汇一大笔钱给您，最好的办法是提前行动，去您的开户行，约客户经理聊一聊，带上相关的证明文件，比如房屋买卖合同、遗嘱等，告诉他们接下来会有一笔钱进来，是什么性质。银行经理会很乐意帮您在系统里做个备注，这叫预期交易报备。有了这个备案，当大额资金真的进来时，系统就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突发的可疑事件，而是一个预期内的正常操作。主动沟通永远比被动解释要有效得多。第五，保持账户信息的真实和更新。很多人开户时填的手机号早就不用了，地址也搬了几次家，但银行里还是老信息。从4月1号开始，银行会加大对客户信息的核实力度。如果发现联系不上您，或者邮寄给您的信被退回，您的账户很可能会被冻结或关闭，直到您本人带着有效证件去柜台更新信息。所以，赶紧检查一下您在银行留的电话、地址、职业信息，特别是职业，不要只写自雇或生意，尽量写得具体一点。比如餐馆老板、房产经纪、网店店主，信息越清晰，您的账户画像就越明确，银行对您的信任度就越高。大家要记住，最好的合规方式永远是从主动了解规则开始。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改变不了法律，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习惯。特别是咱们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更要记住，银行账户不是保险箱，而是需要精心打理的责任田。你种的每一分钱都要有根有据，清清白白。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2026年4月1日的美国银行新规是咱们海外华人必须翻过的一座山，但千万别一听严格就把钱取出来藏床底下，那反而更危险。没利息不说，还有被盗、火灾的风险。大额现金在美国用起来也寸步难行，最安全的办法是调整习惯来适应这个监管时代。我给大家一份合规账户维护清单，照着做，账户基本就稳了。存款、牢记现金超过1万，银行申报是他的工作，我们合法存取是我们的权利，千万别拆成小笔存。转账，除了直系亲属，别用自己的账户帮别人收钱转钱。如果非要帮，必须保留聊天记录、借条等完整证据链。分账，公司就是公司，个人就是个人，千万不要混着用。报备，有大笔资金进来前，主动给银行打个电话或约客户经理聊一下。更新，每年检查一次个人信息，确保电话、地址、职业准确。记住，金融安全不是靠躲躲藏藏，而是靠规规矩矩，一收一支养出来的。很多时候，风险就藏在您顺手帮朋友的小忙、偷懒的一次混用里。您今天对账户的每一点细心，都是在积攒未来海外生活的安稳底气。愿每一位华人朋友都能从了解这些新规开始，把钱包护得更紧。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有用，请点赞分享给有需要的亲友。如果您想继续获得更多经过严谨分析、合理实用的海外生活建议，请您一定订阅汇点生活频道，也欢迎您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您的经历和困惑。您的每一个分享都可能点亮另一位朋友的希望。我们下个视频见。